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聊聊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免于负面能量的干扰。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心情呢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好，或者因为别人的言行举止，自己的情绪呢会受到影响，会莫名的愤怒啊、悲伤啊、烦躁等等，我们的频率呢就瞬间被降低了。在养生的最大关键就是要掌控自己的频率，能够保持在高频率的状态呢，我们才能够去扩展自己，去和高维度的能量连接。要提升自己的频率的基础在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都无法影响你的频率。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免于负面能量的影响。在我的经验看来呢，我会把负面能量的形式呢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灵体的，第二种是情绪的。我以前呢也是经常遭到干扰，也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但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效果堪忧，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我的问题。我发现到很多的方法呢，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呢，也是需要我们对能量的理解，才能懂得如何去运用的。要怎么正确的去运用呢，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以下呢就是有我的一些经验来让你们参考，这是我对能量的一个见解。我会说出每一个我所知道的方法以及它的好处和坏处，来让大家更清楚呢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适合自己，以及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才能发挥到其效果。保护自己能量场的主要方式呢，我分别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结界的方式，而第二种呢就是觉知的方式。结界的方式意思是说，在你的气场上做一个能量的结界，它是比较适合运用在免于灵体的侵犯。但如果你要把它运用在情绪方面的话呢，可能效果就会没有那么的强。情绪的负能量呢，单靠这种能量的结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呢是还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透过觉知的方式来运作。我们先来开始结界能量的方式。结界能量方式的第一种呢，就是观想自己的能量场有一道白光结界。这个方法呢就是最普遍，很多网络上呢都有提起过的，就是自己观想由自己的身体扩展出一道白光呢，来围绕自己整个气场。这个方法呢是比较适合用在免于灵体干扰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方法的效果呢对每个人都不同，它的威力呢是取决在人的气场他们的能量体频率等等。对于频率比较低的人呢，如果他们运用这个方式的话呢，可能那个白光的效果会比较弱一点，是可以用的，但是只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的强。这个效果呢是比较适合用给那些有经常实修的人，他们就经常做一个冥想或者是观想下载能量，所以他们的频率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会比较适合这个方法。那第二种的方式呢，就是请求外力的能量来帮忙结界，比如请求大天使独角兽或者精灵等等，透过观想心念来呼唤他们，来为你做个结界，通过他们在你的气场上导入能量来做一个保护层。这个方式的好处是你不用担心说你的频率好不好，因为你只需要召唤他们来帮你做个能量输入。但是很多人会疑虑说他们召唤的对象呢是真的会来吗？会不会召唤到其他不好的存有？我个人是没有去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去想到这么多，会想说会不会怎样怎样的，我是没有去想这么多的。我可以感受到的是，每一次我在呼唤的时候呢，我的心是很安定的，然后我经常感受到那个能量是很温暖的。我比较倾向去召唤大天使，因为我是比较熟悉他们的能量，因为我本身是经常有透过引导观想来和他们做连接，来提供能量。如果你们实在不敢确定说你们所召唤的对象呢是谁的话，那么我建议是说你们可以在网络上，在 YouTube 上去找一些
引导观想的能量来去和这些高灵做连接，来练习啊，去感应他们的能量。当你熟悉他们的存在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懂得去分辨他们的存在，就是当他们过来靠近的时候啊，你就会感受到他们在。至少你已经认识他们了，然后他们也认识你，所以你的心里会踏实一点。如果你好像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高灵，好像大天使啊，没有听过独角兽，没有听过精灵啊，就是忽然你去召唤他们的话呢，你是会有一点迷茫，就是不知道真的是对的嘛？这个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召唤了真正的人，你可能会比较多的质疑。那么接下来的第3个方法呢，就是用咒语来结界。这个方法呢，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是不会无时无刻去为自己做结界的。有时候不小心去到某个场合，就刚好撞到了不好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咒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把这些负面的能量弄走。我所用的咒语是来自大白伞盖佛母心咒，那这个是我从这个双生紫燕的频道所学会的。他们的频道呢也有教很多的结界方式，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我这里是分享我平常会用的方式。那这个大白伞盖佛母心咒呢是这么念的 Hom Mama Hom Ne Swaha。 这个咒语的能量是偏强的，你一念的时候你会马上给自己做一个结界，你念了之后呢，你周围的灵体会马上感到不舒服，然后会离开。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好用，因为我是经常偶尔会和朋友啊聊起这些灵性的话题啊，这些关于生命真理的东西。那每当我聊这些的时候呢，那些周围的好兄弟就很喜欢靠过来听，就是你会感受到很多的凉凉的东西靠过来，你全身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那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个咒语来净化自己的磁场。那通常呢，只需要念3到7遍就行了。每当我一念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有东西慢慢的消失。就是每当我在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我是可以感受到好像有东西慢慢的离开了那种感觉。那以上这3种方式呢，是比较适合用在应对灵魂的层面的。现在呢，我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能量结界的方式呢，比较不太适合用在情绪的负能量身上。情绪的负能量呢，是来自人的。很多时候，当人待过某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频率呢，是会停留在那个空间的。所以当你不小心接触到的时候，敏感的人呢，是会感到不好受的。比如会感到紧张啊、精神混乱啊、焦虑等等的情绪。或者有些人呢，他们是喜欢消耗人家的能量的，不停地对他人发泄他的负能量，一直聊八卦啊，聊别人的坏话啊，然后一直对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埋怨的人。身为倾听者呢，如果不适当的保护自己，你的精力呢就会被他消耗，你的身体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你不想和他说话，感觉和他交流的时候呢是有压力啊、负担感的。或者看见他人心情烦躁的时候呢，你也会变得烦躁。别人催你做事情，本来你不觉得焦急的，也突然间变得很紧张。在工作上呢，很多人的情绪啊，是会一直影响着彼此的。这样的情况呢，仅靠结界来保护自己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的。因为即使你做了结界了，你的无意识呢，还是会拿到它的能量，因为我们不懂得去切断于他人的能量。即便你结界的为了保护啊，免于干扰，但是你的意识呢，会默认这些情绪是你的，你会默认这些能量呢是无害的，然后你选择去拿它。所以情绪比起去依赖结界呢，我们要学会如何不去拿他人的能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要保持你的意识，要保持清醒。我们经常呢，因为身边人的情绪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比如好像你的父母每天愁眉苦脸的，你感受到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也变得不好。看电影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或者别人说的几句话就让你整个心情不爽，这些其实是你拿了他人的能量。很多的人呢是很敏感的，当你没有感受到、意识到这些能量其实不是你的，然后你自己不知不觉深陷在其中，你没有和它保持界限的话呢，它会侵略你的能量场。
所以好像你看恐怖片啊、暴力片啊，当你现在那个情景的时候呢，那个恐惧的频率在扩张的时候，它也会侵略你的能量场。所以当你看这些东西，然后你感到恐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惹来那些负面的东西靠近你。当你意识到这些发脾气啊、焦虑啊、伤心的情绪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做个提问，这个情绪是我的吗？这是属于谁的？到底在压力什么？当你去识破这个情绪的时候，看见它的存在的时候，往往它会瞬间的消失。接下来保护自己情绪的第二个方式呢，就是相信你的直觉。这个能量呢是很有趣的。有些的人呢，他们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样子，看起来呢和你相处的融洽，但是你就是一直对他产生负面的感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不会开心的。这个时候呢，你是真的要注意了。在物理上呢，人是可以去控制他想要展现出来的样子，也同时能够去隐藏他不想被别人看见的一面。但在能量层面呢，是没有秘密的。他的真实想法、感受、他的经历、他的过去、未来等等，都会展现在他的能量场。感知能力比较好的人呢，他们是能够去看透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你所感应到的感觉无法理解，解释不出来是什么原因，那么很大的可能呢，这个能量是来自对方的。比如好像妒忌心啊、讨厌啊、侵略感等等，让你不舒服的感觉。当你能感受到这些的时候呢，代表他一直对你投射的这样的情绪。他投射的越多了，你也会感受到越强烈。当你感受到这些敌意的话呢，那就多小心，不要太相信这个人，尽量少和他交流。保护自己能量场的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少管闲事。我理解很多在接触灵性的大家呢，会有一段时期很希望帮助身边的人啊，告诉他们生命的真相。但是对于时机还没到的熟人呢，他们是不会对这些信息产生共鸣的，甚至会抗拒。他们宁愿停留在他们当下的状态，也不愿去改变。这时候如果我们太过用力去帮忙的话呢，最终很大的可能我们也会染上别人的课题。这些课题呢，明明是不属于你的，但是你非得要接受，就会造成了你也为此感到痛苦，你也揽下了别人的业力。帮人的界限呢要适当，如果他人不愿意的话，那就不要勉强接受他们的选择。要清楚的知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定义就断定他们要怎么做，这只有他们的高我最清楚。他们的情况呢是有一定带给他们的意义，是会帮助他们的人生旅途。所以祝福每个人的选择，不要对他们的处境有太多的批判。第四个保护自己能量场的方式呢，就是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多数会被负面的人纠缠的人呢，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拒绝他人，让对方以为自己的行为是恰当的。偶尔朋友之间的诉苦呢，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每个人呢都有难过，需要受到倾听啊、安慰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些向你诉苦的人呢，无论你给他多少正面的回应，他还是没有当成一回事，还是不停的在那边靠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的话呢，你会发现他每次都是在靠北同样的事情，甚至推卸自己的责任，指望你去解决他的所有问题。这样的朋友呢，他根本不珍惜你，他的眼里呢只有自己。真正的朋友是会以你的感受为考虑，虽然他或许会拜托你的帮助，因为你们之间关系很好嘛，像家人一样，但是是会在你有能力的范围内的，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啊、压力的。你会感受到你们彼此呢是很珍惜啊、很感激对方的，而不是感觉到好像每次自己都是单方面付出的，只有他出事的时候呢，他才会来找你的那种。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请放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你的生命宝贵，应该用在真正珍惜自己的人。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是已经运用了以上4大方法，还是无法解决你的问题的人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那个最后一个终极大法。
就是用宇宙的能量挡住负面的人。那这个方法呢，是我的一个疗愈师他所教我的。当你意识到这个人每天在消耗你，一直和你聊有的没的，和你传达很多负面的信念，甚至不停的跟你借钱啊，或者是一直纠缠你，比如好像那些烂桃花，就是一直想要去吸引你的能量，想要引起你的注意。那么你要怎么躲他呢？你可以拒绝他，但是如果他还是不识趣，甚至还攻击你，那么就请开启这个魔法，观想宇宙白白的一片光瞬间来到你的面前，挡住眼前的人。你观想的，你想象的越来那个白光越厚就越好，就是那个能量就越强，就是它会慢慢的不再出现你的生活范围。那以上呢就是5种方式来帮助你去切断与他人连接的种种负面的能量。当你已经学会懂得如何去不再去拿别人的能量来当作是自己的，当你不再去吸取别人不好的能量的时候呢，你再搭配这个结界的方式，那么你简直是百毒不侵了。谢谢大家，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